好多年嚟，香港人嘅財務計劃就係返工儲錢，然後買樓，可以嘅話就買多一層然後放租。咁喺之前嗰幾十年呢個策略都 work 嘅，因為中國嘅經濟發展同埋美國嘅量化寬鬆就造成一個完美嘅組合，令到香港嘅樓價不斷咁升。但係而家就冇咗呢支歌仔，美國由寬鬆變成緊縮，中國嘅經濟呢又麻麻地，佢哋嘅樓市就更加唔使講。所以而家就算你幫我俾首期，我都唔知跟住嗰幾十年想唔想孭呢個負擔。所以喺呢個新嘅香港時代，我哋仲可以點樣計劃個人理財，同埋要儲幾多錢先變為財務獨立，令到你可以做你想做嘅嘢，同埋住你想住嘅地方。今日條片我就會解答呢啲問題。如果你第一次嚟呢個頻道，阿朱係喺投資銀行做咗10幾年嘅專業投資者。喺呢個 channel 我就會分享對市場同埋投資嘅睇法，同埋用我嘅經驗我嚟分享一啲書本學唔到嘅嘢。如果你對揾錢有興趣嘅話，就訂閱我個頻道啦。開始之前，我想問大家，你覺得有幾錢先至達到財務自由？可以寫喺 comment 嗰度。可能睇完條片之後，你個答案會唔同。咁我哋而家開始啦。第一樣要做嘅呢，就係 update 你個 mindset 同埋金融知識。有啲舊嘅諗法，例如買磚頭同埋買實物好啲，或者買股票好危險，最安全呢，就係將啲錢擠喺銀行。呢啲我諗大家都聽過，係一代傳一代。喺我哋阿爺嗰代嗰時，可能 make sense 嘅，因為嗰時打緊仗，所以揸實物同埋磚頭梗係好啲啦。但係而家個世界唔同，如果仲跟呢啲諗法嘅話，對個人理財可能造成好嚴重嘅影響。例如股票危險，應該將啲錢擠喺銀行，係一個好短線嘅睇法。係，如果一個短嘅時間，例如1個星期，股票的確有機會跌好多，例如跌10%，而擠喺銀行嘅錢呢就會好穩定，唔會升，但係亦都唔會跌。但係長線又點呢？我哋嘅個人理財計劃唔係為下個星期而計劃噶嘛，係為咗30年後計劃。如果你擠喺銀行嘅話，你個本唔會跌，但係亦都唔會升得去邊，去俾你丁屎咁多利息。30年後你儲咗幾多就係幾多，完全冇用過錢揾錢，咁都算啦。但係仲有通脹，我哋當啲中嘅銀行真係成功將通脹撳翻到2%。呢個唔肯定佢哋可以做到㗎。有啲專家話，而家美國嘅財務狀況同埋呢個 deglobalization 嘅走勢，會令到嚟緊嘅通脹會高過之前嘅2%。不過算啦，我哋當真係跌翻2%，即係代表你擠銀行嘅錢呢，每年會失去2% 嘅價值。所以喺我嘅角度，長線投資嘅話，如果將啲錢擠銀行乜都唔做，即係唔投資嘅話，呢個先至係危險。而買股票係咪危險呢？呢個就睇你買咩啦。如果你 all in 買 GME 嘅話，咁梗係危險啦。但係冇人叫你咁做噶嘛。你可以投資落一啲跟蹤指數嘅基金，即係啲 ETF。咁如果佢跟蹤嘅指數夠廣闊嘅話，例如美國嘅 S&P 500咁，咁你就 effectively 投資咗落呢個國家，即係美國嘅經濟，即係跟住咗幾十年美國經濟有增長嘅話，呢啲基金嘅價值都會跟住升。咁你可能諗，美股係咁啫，如果買咗恒指咁點啊？10幾年前喺2006年，恒指又係17,000點，而家又係17,000點，咁即係同擠啲錢喺銀行冇分別。嗱，咁其實咁樣睇恒指呢係唔正確嘅，因為如果你真係買咗恒生指數嘅成分股，喺呢段時間恒生指數嘅數目的確係冇升到，但係呢個數目係冇 include 去派嘅股息。如果總回報咁睇，即係資本增值加你收咗嘅股息。其實喺呢段時間，恒生指數嘅總回報係有116%，即係大概每年4.3%，唔係話好多，但係都好過擠啲錢喺銀行。仲要冇人限制你，淨係可以買香港嘅股票指數噶嘛？你可以投資落第啲國家，你覺得邊個經濟前景好，你咪投資落邊個咯。或者你冇特別睇法嘅話，可以全個世界都投資，例如用 MSCI 嘅 World Index。咁呢個指數同埋跟蹤佢 ETF 呢，就會揸住全世界嘅股票。包括美股、日股、英國股票、加拿大、法國同埋中國，而呢個指數喺最近嗰20年平均1年嘅回報都有8%。如果你睇佢個價錢圖，呢20年嘅走勢，佢喺08年嘅金融風暴同埋20年嘅疫情，曾經係真係跌好多嘅，跌咗50% 都有。所以股票係波動，但係波動唔一定等於風險，尤其是如果你係長線投資。over 一個長嘅 time frame， 股市個價錢唔多唔少反映佢持有嘅股票嘅價值，即係喺一個長嘅 time frame， 價錢同價值接近。但係喺一個短嘅 time frame， 股市好受到市場嘅氣氛影響，有時會升得太多。例如喺呢兩個股災之前嗰年，07同埋19年個市場就升得好急，同埋升得太多。
咁喺呢段時間，你可以話個價錢，即係股票嘅價錢係高於佢嘅價值。然後去到08同埋20年啦，遇到市場調整，咁氣氛變差，佢又有機會 overshoot，但係今次就係跌得太多，咁亦都代表股票價錢喺段時間又唔係正確咁反映緊股票嘅價值。即係如果你當股市係一個行緊上山嘅人，你用長時間睇嘅話，呢個人係慢慢行緊上山。但係如果用短時間睇嘅話，佢可能係行前10步，然後退翻5步，跟住行前3步，跟住退翻8步，然後行前20步，然後退翻2步，然後個山頂就係我哋嘅財務目標嘅話，你會情願咁樣行上山啦，定係腳踏實地企喺山底唔喐呢？呢度嘅重點係唔係穩定就等於安全，同埋唔係有波動就等於危險。喺我嘅角度，唔喐先至係最危險。因為正如頭先所講，其實唔喐嘅話，通脹會侵蝕你，即係你唔喐呢，等於你慢慢退緊步。然後買磚頭同埋買實物好啲，呢個諗法又係好過時，因為而家所有嘢都電子化，同埋電子化嘅投資工具俾到好多選擇我哋。例如我想分配我資產，擠幾百萬落黃金嘅，我冇理由出去買幾百萬嘅實體黃金噶嘛，買咗之後擠喺邊啊？所以一定係通過一啲唔係實體嘅嘢，例如 ETF 或者期貨。而法律上咁樣同揸住黃金係一樣。如果我有個小朋友，我會俾啲咩投資 advice 呢？就係第一，一定要投資，唔可以將啲錢就咁擺喺銀行度。呢個係必定要明白嘅，因為經濟就係咁 work。全世界嘅中央銀行，講緊美國、加拿大、英國或者中國又好，大家都係 target 緊創造通脹出嚟，大概2至到3%。點解佢哋咁做呢？因為根據現代金融學，有少少通脹係對一個國家嘅經濟最好。如果想聽我詳細啲解釋點嘅話，可以睇翻呢條片。即係喺呢個經濟遊戲，如果你唔投資呢，就自動等於你輸。所以你必須要投資，而攞一個高過通脹嘅回報。然後第二個 advice 就係唔需要限制你嘅投資係一層樓或者你地區嘅股票。就好似如果你中意住太古城，但係你覺得天水圍嘅樓嘅 potential 好啲，咁你可以喺太古城租層樓住，然後天水圍買一層我嚟做投資。或者你想住喺一個地方，但係你覺得佢嘅經濟前景麻麻地，咁你咪將啲錢投資落第二度咯。好多時啲人唔敢做，因為佢哋最熟悉自己地方嘅嘢啊嘛，例如自己地方嘅樓啊，同埋自己地方嘅公司。咁你叫佢買美股或者日股，對佢嚟講好三寶，咁佢哋就唔夠膽做。而講到第啲資產，例如商品同埋債券，佢哋就更加唔明白，所以唔夠膽投資。所以第二樣好重要嘅呢，就係獲取金融知識，知道自己嘅投資選擇，佢哋嘅預期回報係點啊？咩時候投資佢哋好啲啊？同埋如果想投資到房地產嘅話，唔一定要買層樓，因為一層樓個價錢好大，正常人嘅身家可能100%就擠咗喺層樓度，變咗完全冇 diversify。咁我覺得唔需要咁做嘅，你可以買房地產信託基金，咁變咗你獲到房地產嘅風險啦，但係個注碼就可以細好多，例如幾百蚊都得嘅。如果想了解多啲關於 REIT 嘅話，可以睇翻呢條片。然後第三樣我會教佢嘅呢，就係計佢需要有幾多錢先至財務獨立。點樣計呢？首先你要預測你每個月需要幾多錢，呢個 depend on 你想要嘅生活啦。例如你想過一啲好奢侈嘅生活，可以周圍飛去旅行嘅，定係慳慳地咁過，同埋你嘅財務負擔啦，例如有冇小朋友啊，或者父母需要你嘅支持。咁計咗你需要幾多錢之後，跟住就要估計你將來會賺幾錢啦。對我嚟講，財務獨立唔一定等於提早退休，跟住乜都唔做，因為乜都唔做真係好悶。所以我心目中嘅財務獨立就係你有個自由可以選擇自己做咩，即係唔使日日睇人面色，唔使受到公司嘅限制或者地區嘅限制，你可以做你想做嘅嘢喺你想做嘅地方。咁個收入可能少啲，但係財務獨立就係等於你已經儲咗一嚿錢，所以就算呢份你中意做啲嘅工個收入係少啲嘅，但係你儲咗嗰嚿錢呢，嗰啲投資可以 compensate 你日常嘅支出。或者我用個例子去解釋，假如你一家人每個月嘅使費係10萬蚊，呢度包括租樓、食嘢、買衫、學費同埋一啲錢來去旅行，即係總之你計過每個月呢，你就平均需要10萬蚊嘅。咁原本你就有份好好嘅工做律師，每個月賺20萬，咁所以10萬冇問題啦。但係你就好憎呢份工，你由細到大嘅夢想呢，都係喺小學教書嘅。咁當你財務獨立嗰時，你就可以做呢個選擇，辭職
然後去小學教書。咁小學嘅老師，你當佢收入每個月4萬，跟住你老婆或者老公，佢又放棄咗佢哋份工，做佢想做嘅嘢，因為冇理由你享受人生，然後叫你老婆繼續捱噶嘛。咁佢就選擇做插花，每個月就賺少少錢2萬。咁你兩個夾埋呢，就賺6萬，而你個支出係10萬，咁即係你每個月喺投資嗰度需要有4萬嘅收入啦。咁你要有幾多儲蓄先可以每個月有4萬嘅投資收入呢？一個簡單嘅計算方法就係將你每年需要嘅數目除以4%，咁每個月4萬，一年即係48萬，48萬除以4%等於1200萬，即係喺呢個 case 你有1200萬就財務獨立，可以做你想做嘅嘢。咁呢個係一個非常之簡單嘅計算嚟嘅啫。如果想準確啲嘅話，要用一啲複雜啲嘅 model，例如 Monte Carlo。有啲人聽到呢度可能會好嬲，心諗如果有1200萬就唔使聽你啦，阿豬。冷靜啲先，我唔係話你或者每一個人需要有1200萬先財務獨立，我只係教緊你點樣計呢個數目出嚟啫。咁你入翻對你嚟講合理嘅數目，例如你唔需要每個月10萬嘅話，咁咪改咯。我覺得而家個時勢改得咁快，最重要嘅係大家有適當嘅金融知識，令到可以為自己着想。你有知識就有多啲嘅投資選擇，你有多啲嘅選擇就可以為自己計劃得好啲。然後達到財務獨立啦，你就會有更加多嘅生活選擇，即係你可以自由咁揀你想做咩，唔想做咩。呢個就會俾小朋友嘅金融理財意見。如果你想吸收多啲金融知識嘅話，就訂閱我個頻道啦。中意呢條片嘅話，撳埋 like 先走，下次再見。